第10天，在南阳平原醒来，吃过早餐，准备出发。东山河全长24公里，发源于中央山脉的新寮山，经过东山乡及五节乡。虽然看似独自注入太平洋，但实际上与宜兰河一起在南洋溪入海口不远处汇合，是南洋溪的支流之一，共同构成南洋溪水系。东山河是台湾少数以河为名的河川。早期东山河因河道弯曲，台风或暴雨时常造成下游淹水，民众深受其苦。直到陈定南县长任内完成整治，并成功打造东山河清水公园。民国73年1984，陈定南将东山河两岸列为风景区，后来获中央政府专案投资。当时郭中端女士到东山河一看，唤起了她在韩国见证汉江整治后的梦想。她建议陈定南县长创造一个人河水和谐相处的空间，县府本有意规划东山河，于是委他主持的日本环境造型研究所进一步规划。民国76年，县府与象设计集团签订伪设计监造合约。日本象毛集团表示，陈定南对品质的苛求超过他们，曾因一块石头不合格要求重做。这种坚持创造了东山河传奇，成为台湾河川整治与地景设计的成功典范。东山河经过截弯曲直整治后，河道变宽且水流平缓，成为国内最佳的水上活动场地。附近中小学有电力之便，将独木舟和风帆船列为重点体育项目，培养学生这些水上运动。时任宜兰县长的游阳坤率先改变中央的制式化纽泽西护栏。1992年，以办理台湾区运动会为由，说服公路局新建了立泽简桥并落成，并指示以后所有桥梁等重大公共建设必须纳入景观艺术的考量。其后有葫芦堵、下渡头、中央、泰雅、南方澳等桥梁陆续兴建完成，改写了桥梁的定义，而桥梁本身就是一座公共艺术作品。平埔族嘎利泽简 Heavy Cannon 社一指休息之地，为宜兰西南的重要货物集散地。清朝时，苏澳隶属于立泽简堡，当时苏澳是小渔港，而立泽简是繁荣市镇。100多年后，苏澳成为宜兰县唯一的国际港，而立泽简已繁华落尽，仅是五节乡的村民。立生医院为立泽简老街最早的西式建筑。立泽简民家馆曾是立泽老街的重要店家，卖过白米和麻油，一度闲置。育英国小原为马赛国民学校，以1946年民国35年2月设立的马赛国民学校新华分班。艺人安培明义说，马赛是猴猴社反羽猎的地方。新研究认为马赛是凯达格兰族 Persay 的族名，来源仍不明确。语言学家李贵人推测，指的是原住于北海岸三貂角一带的凯达格兰族、巴塞亚族。清嘉庆9年1804年，一批以彰化潘文贤为首的阿里史流番1000余人，不堪汉人欺压，翻山越岭到达南阳平原。但南阳平原原来就有噶玛兰、扯罗梅园等族居住，汉人无沙又比他们更早一步入垦宜兰，因此迁入很不顺利，生活很不安定，只好退到沿山荒废的地区谋生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包括罗东街、三星阿里史、东山九份、苏澳马赛，其中马赛则可能属于台湾北部的凯达格兰族的马赛亚族 Persay。又有1807年，彰化八仔族首领罗贤文带领族人翻越雪山山脉到罗东拓垦，后因介入漳泉械斗，族人分散之迁徙，因而在罗东、三星、苏澳分别留下阿里史的地名。1895年，有日人族中信井所发现冷泉，地下水脉往上渗出，遇死灰石后产生大量气泡。苏澳冷泉水温终年在摄氏22度，夏天泡冷泉清凉舒畅，冬天泡更是全身气血畅通。我只要经过苏澳，几乎都会来泡冷泉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传说，1万年前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可能在台湾，
他的首都可能在苏澳，因为那是一个同时拥有冷泉、温泉的地方。南方澳位于苏澳海湾的南侧，苏澳海湾是一处天然港湾，北有北方澳，南有南方澳，提供良好屏障，军港、商港、渔港都聚集于此。北方澳为海军基地，中间是苏澳国际港，渔港位于南方澳。南方澳是台湾东部最大的渔港，也是全台排名第3大的渔港。南天宫在民国76年迎奉因走私被查获的5尊大陆湄洲妈祖神像，成为台湾首家侍奉湄洲妈祖主庙神像的寺庙，声名大噪。民国78年，南天宫以渔船直航湄洲妈祖庙，展开两岸宗教交流。民国79年，南天宫打造一尊重达203公斤的纯金妈祖，成为当时全台最大的纯金妈祖神像。南方澳为一封闭的地形，位于苏澳湾南边内侧沿岸。这里的沙井甲汤波肉地形原是一个离岸岛，后因砂石在岛屿的南方堆积，使得岛屿和陆地相连。而对外交通仅有苏澳港边的公路及苏南公路，整体面积约2平方公里。整个南方澳市区围绕在港边，再加上内埤海滩、豆腐架2处风景区，形成自成一格与海洋相融的生活圈。依据出席，南方澳居民不多，仅有平埔族侯社37户和汉人5户。大正11年1922，台湾总督府耗资600多万日元建设南方澳渔港。昭和元年1926，完工后，殖产局招募日本4国及琉球渔民49户定居。随后，数百户日本渔民迁来，并带来金刀比罗神社的信仰。而台山上的金刀比罗神社，随着外来殖民政权的覆灭而衰微，如今仅存残台基座而已。在地的南方澳妈祖庙，则迄今繁荣兴盛，守护着南方澳。杨廷礼在筹办噶玛兰社厅时，规划在七星岭山脚的马赛设立南关，并兴建城墙，但因缺经费而暂缓。道光5年（1825年），于七星岭上修筑土堡汉台，驻拔总议员，领兵50名，负责防守边界，堵窃海盗和土匪。1920，苏澳郡守藤崎纪治助推测，南关位置因位于松尾坑的最高处，当时仍有遗迹存留。西乡隆盛的主公，九州鹿儿岛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骑兵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。他主张日本应该扬弃锁国，积极对外扩张领土，而台湾位于日本南方，正是日本应极力谋取的领土。这种想法深深影响年轻的西乡隆盛。志气昂扬的西乡隆盛决定接受藩主的秘密任务，前往一探台湾的虚实。1851年初，西乡隆盛乘着船只，沿着琉球群岛南下，抵达基隆社寮岛时，发现有清兵驻守，于是转往东行，越过乌石港，从南方澳的一处没人看守白沙海滩上岸。这处海滩可能就是今日南方澳的内埤海滩。西乡隆盛上岸后，被一户平埔族渔家收留，定居于渔村，平日协助捕鱼，同时暗地探查附近的地理环境。24岁的西乡隆盛与这户人家的17岁女儿朝夕相处，彼此产生感情。这位17岁的平埔族少女名字叫做罗珠。同年秋天，西乡隆盛因原定的计划离开南方澳，返回日本复命。这时罗珠已怀孕多月，西乡却选择不告而别，偷偷离去。当西乡隆盛离开台湾时，
在海上回首南方澳，望着那逐渐消失在水平线的台湾岛时，心中想必充满了愧疚，或许受不了良心的苛责，而取出纸笔，写下了对罗珠的思念与歉意。离开的那一年，罗珠生下了一名男婴。几个月后，罗珠因思念西乡隆盛，就忧郁病没了。西乡隆盛返回日本，后来另娶妻子，在1861年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西乡菊次郎。1895年，台湾成为日本的国土。这一年，西乡菊次郎踏上了44年前他的父亲曾经来过的土地。西乡菊次郎历任总督府参事官、摊平支厅长、基隆支厅长等职位，然后成为首任的宜兰厅长。